上一次我完成了许多任务，终于将冒险等级升到了50，将所有的武器材料全部刷好，但圣遗物还是不尽人意。即使是这样，马拉尼一口也打出了50多万的核爆伤害，现在万事俱备，只等基尼奇。今天究竟能不能完结，就让我们共同见证吧。因为圣遗物实在是太难出货了，所以我打算先把天赋材料和突破材料全部准备好，再刷一下周本。运气还算不错吧，都是能用到的。再把活动给做一下。好了，基尼奇的卡池终于开了，先把攒的30多发抽完，我都吃满3个保底了，总该让我提前出金了吧？你好，哎呦，抽到了70多发，还没有出，那就先打下深渊吧，深渊也刷新了。听说这些深渊是宝宝巴士，那不更好，更容易拿到原神设计师啊，你们在深渊里塞这么多宝宝龙，良心真的不会痛吗？希望以后可以直接跳过9到10层，拿到深渊的原石再抽几发。还没有出，那就先做一下基尼奇的传说任务吧。做传说任务可以给一点养成材料，建议切换日配过剧情，体验更好。在这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草王的一个小特性：吸收爆炸果之后，疯狂点按1和鼠标左键，就能左脚踩右脚飞天，只要燃速没有耗尽，就能一直跳下去。现在74发了，还没有出，去干一下枫丹吧。第75没出，第76还没出啊！这个号能玩到现在，我真的是个神人了。供奉一下陆景泉，达到2个纠缠之源。第78没出，第79终于出了，75加79，究极大保底，终于拿下了基尼奇。但是现在金奇的圣遗物真的是太差了，我只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仅剩的20多个数字。那好吧，圣遗物开刷。终于出了个双帽胚子，一口气拉满吧，这是我应得的。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丢了40-50个数值进这个副本，结果给基尼奇的圣遗物才130多分，哈哈哈哈哈哈！最后的希望，祝圣之霜，自选词条。我现在有5个祝圣之霜，我决定自选一个双爆沙漏以及一个暴击头，真的是我最后的机会了。究竟有没有奇迹？小歪一手没关系，就因为这2件圣遗物，我的基尼奇双爆分直接来到180。好了，万事俱备，深渊启动。I realize the screaming pain, hearing loud in my brain, that I'm going straight ahead with this heart. 一剑上半3个武士，我起手砍第4大招接香菱开大，切早右扩散时却发现对群扩散抢水后，第一时间居然挂不上火，导致打不出蒸发。马拉尼让人血压飙升的锁敌，很容易被元魔玩弄于股掌之中。重开了几次之后，我计算好了伤害，并逐一尝试不同的输出流程，终于摸清了最佳的输出手法。砍第4香菱开大时，注意元魔头上的元素，保证早右扩散时同时扩大火和水，这样就能反应掉多余的水，让马拉尼安稳打出蒸发。一口下去30多万的伤害。第2波是2个地方传奇，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然后而另一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纯粹就是基尼奇的爽局，连续3个单体怪，第1炮22万，第2炮17万，甚至还没打出第3炮就干死了飞天龙兽，这第3炮直接赏给下一个怪物，1炮一个蝎子，2炮一个祖母。基尼奇超高的机动性，将维维安涅玩弄于股掌之中，秒人战绩成功带走。第1件轻松买新。
第二件3个驯兽，草驯兽开局会飞天，对于没有什么对空能力的马拉尼来说有点难受，而且马拉尼的削弱能力很差，即使跳 A 都不能把驯兽给击落。老马，老马！我看老赛，经过几轮尝试之后，用削弱能力较强的坎蒂斯先让驯兽追击半波带走，而第2波的草鸡纯纯就是个有送菜的，还是看看下半的见鬼吧，家人们！啊，见鬼居然也这么菜！往昔之言，父母之命。终于到最后一节了，将近300万血的胖毛，坎尼斯 Q1 开出吃球，少年开大，利用坎尼斯开大千人挂水，切到早右极限扩水，看看这，知道风套40减抗，勇者套12增伤，深渊80普攻增伤，坎尼斯大招30普攻增伤，如果48元素增伤，得一口，欢迎来到火之国，这就是数值的 power。水桶，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闪头。下半完全就是基尼奇的爽局啊，纯对单，加上基尼奇离谱的锁点，无相铁骑士上天一样可以追击到，呀嘞呀嘞，实在是太无趣了，陪你多玩一会儿吧。将小无相铁玩弄于股掌之中，就这么点招式吗？接下来该我了，该总攻击了。一兽两走，杀去！无可行动，可不难了。哪门了？哪的？这到此啊，深渊全部满星。历时17天，5.00颗挑战正式完结。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中间断更了很多次。不过幸好结局是圆满的，虽然过程并不算很美好。那好吧，我们有缘再见。上一次我探索了纳塔，并完成了纳塔主线，常驻角色自选选了迪西亚，又一次大保底吃满，第78发出了马拉尼。在马拉尼的加入下，我的深渊一口气满星了前8层，冒险等级来到40。那好吧，5.00颗挑战第8到10天启动。纳塔地区的资源非常的丰厚，再加上我现在有马拉尼，在这里跑图会非常的轻松，所以就先探索这边吧。马拉尼不愧是5.0版本的角色，数值是真的高。我现在这种破烂配置，一口蒸发都能打个5、6万的伤害。但是数值的代价是什么呢？通过我这几天马拉尼的开荒体验，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啊。这个视频挨个说吧。首先说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问题啊，伤害丢失啊。我们先看马拉尼的技能介绍，马拉尼发动撕咬攻击之后，会同时对所有标记的敌人发射小水弹，造成一次相等的伤害。但如果撕咬的途中被其他的元魔挡住，也就是这次撕咬没有攻击到主目标，就会导致主目标元魔的伤害丢失。我来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波，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而伤害丢失就是这样的。不知道这个算 bug 还是角色特性呢？反正这种机制真的很影响战斗体验啊。好吧，继续探索纳塔。纳塔角色跟纳塔的跑图能力都非常强啊。你像马拉尼能安然无恙的在岩浆上移动，无论是跑图还是解谜都方便了不少。探索完之后上缴一下火之印，抽几发。出了个祭礼残章以及卡奇娜啊，没什么用。这次活动武器的特效就是个生命悖逆的糟心啊，有一个范围伤害，大世界体验应该还不错，那大世界就带这个武器吧。继续往后面推进到期主线，原本我以为过剧情会毫无压力的，毕竟马拉尼的伤害是真的高。但是打女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女士非常克制像马拉尼这种低频高伤的角色，因为女士单次受伤是有伤害上限的，而且超过这个上限，女士还会进行反伤。我现在属于是伤敌1000，自损800，第一次没有带奶妈，居然全军覆没了。哎呦，带个班尼特应该会好一点。而且我发现马拉尼打女士可以一直打出3层被动的撕咬，这也算得上一种补偿吧。然后就是打雷神了，你没有女士的限伤机制，我还会怕你吗？来一口12万，再来一口11万，最后一个大招，看我，祝你好运！19万秒杀，到期小妹立正了。到期主线告一段落，我准备给班尼特用原木刀，正好今天可以刷原木刀的材料，那就先刷一下吧。水友来了，顺便再做一下连击成就。抽几发50发生，常驻也70多发了，快出金了，看看常驻能出个什么金吧。听说纳塔也有非常多的地方传奇，顺便把地方传奇都打一下吧。这个讨债人全程隐身，伤害还高的离谱，4个人才勉强把他干死。还有愚人众异色3连星，悄悄告诉你们，下期深渊除了 HY 的另外2个会进去，再把剩下的地方传奇打完。在这过程中，我又发现了马拉尼的一个小秘密，那就是在夜魂快要消耗殆尽的时候，疯狂点按方向键，也就是小碎步，能够一直保持滑板形态。虽然实际作用可能不大，但这个小碎步的速度比一般跑步的速度还是要快一点的。再抽一发，
出个卡金娜，正好星辉够了，换一个行秋。行秋在抽到基尼奇之前还是有一点用的，给班尼特那队打逆绽放挂水，用突破的篮球抽一发长柱。终于出金了，看能出什么吧。莫纳，哎呦，好像没什么用啊，再抽几发。哎，又出紫了，毒狗乐章，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这下马拉尼的武器有着落了，但今天还刷不了武器材料，只能过几天再升级了。我是谁？我的名字是巴布修里甘古利泰彭莫克皮彭莫克纳菲希尔冯洛夫施洛斯纳菲多特阿斯托洛吉斯莫纳梅基斯图斯。该给到期前3个岛的探索收个尾了。好了，一键加速。好了，冥神岛和巴运岛的神童全部收集完毕。供奉神谕树之后抽几发？怎么这卡奇狗蹦出个烟飞呀？都4命了，来一发10年。哎呦，除了班尼特全都给我出了，这个号真的一言难尽啊！我感觉可以往后面打下深渊，深渊应该是原始来的最快的地方，还是老阵容，一队逆绽放，一队马拉尼蒸发。班尼特精通高达800多，虽然还没有草套，但是一颗种子也来到16000的伤害，也还算可观吧。而另一队马拉尼伤害上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吧，第3间还被讨债人戏耍，我打了这么多期宁克挑战，这是第一次在第9层坐牢啊！好不容易熬过去，终于到第10层了。马拉尼对群其实也还好，但是面对分散的群怪非常的难受。他这个锁敌也太幽默了吧，这小怪都扎堆战了都能空啊！打到第3间，贴脸一个大招蒸发，12万瞬间爆炸，数值确实没得说，真的非常高。好了，深渊前10层全部满星。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想问了，马拉尼真的只有数值这个优点吗？那就请看接下来这段 VCR。马拉尼设计师啊，你知道我的痛处哪啊？我真的不敢相信 5.0 版本的角色居然玩起来还这么卡手，各种伤害丢失，伤害异常，锁敌异常，和某位烟花小妹有异曲同工之妙了。我打算给基尼奇用这个锻造武器，先稍微升一下级，马上就要45级了，再做点传说任务，并把地图开到层岩剧院，做完层岩剧院的主线。好了，45级了，唉，终于可以刷圣遗物了。这个号抽卡运气这么差，圣遗物的运气总不可能再差了吧？刷了20多个数字，给大家看看成果吧。大毕业圣遗物，你们有这么好的圣遗物吗？哈哈哈哈哈哈，太棒了吧！给香菱穿上了进城套，尼尼特穿上了风套，试一下现在伤害如何吧。一口刚15万，第二口看一下，现在是毒狗乐章赌中了元素伤害13万，一个大招。やりますね。幸好数值够高，不然这样的圣遗物能打出什么伤害呀？而且现在天赋才5级和4级，过几天把天赋拉起来，伤害又得提升不少啊！心灵池又快出金了，这是第2个小保底了吧？可以打下新深渊最低的难度，也能拿几百原石。新深渊的难度真的很低，一般来说能凑齐入场券，基本上就能打满。打完最低难度，拿了几百原石，开抽！终于出金了！不要歪，不要歪，不要歪！哎呦，这个号啊，能玩下去的也是神人啊！好吧，既然万一的小保底歪了，那就不抽了吧，把这个大保底留给基尼奇吧。那好吧，我们下期再见。上一次我刚玩了 4.8 版本的夏活，完成了蒙德地区的探索，战胜了 F4， 完成了璃月主线，终于满星的前5层。第1个小保底79发，歪了第5克，冒险等级来到32。那好吧， 5.00 克挑战第5到7天启动。第1个金保底歪，对我的心态打击太大了，但这没办法，开始做到期主线吧。先离开离岛，然后就可以自由探索到期了。
我准备先做一下神鹰大符，这个任务算是名胜岛的开图任务了。废话不多说，一键加速模式。中间收集了神铜，把神像升到3级，来一发10年。出了个香凝，哎呦，香凝刚好卡在3命，估计凑不齐最后一个10年了，卡池马上就结束了。接着把神鹰大符做完，打这个大牛子只能打直伤，我的孽障凤队真的是难受啊！完成神鹰大符，继续开图，把神物种和巴运岛开了，接下长期任务踏背物语。然后把泥月地区的定灵龛全部开完。好了，我要当时间管理大师了。同时开启宁华和萧公任务，先陪宁华逛逛祭典。哎，等一下，宁华，我上个厕所。哎，怎么刚出来就碰到萧公了？那就顺便陪他看个烟花吧。抱歉，我来晚了。送完宁华回家，哎，该去面对雷霆将军了。要不是他锁我神之眼，我真的感觉我可以单杀雷霆将军。好吧，卡池已经结束了，只能抽常驻了，抽2发无事发生。瞬移到了第2天，终于开启5.0纳塔版本了，真是让人激动啊！去名神大社抽个签，看看运气如何。大吉，那好吧，趁热打铁抽一下卡。把剩下的抽完吧。又出了个班尼特，还可以。5.0版本更新之后，居然能用星辉换皇冠呢，不过感觉不太值啊。大家的常驻之选都选了谁呢？这个号的话，我打算换迪西亚，到时候可以给金尼奇当队友。5.0版本更新的东西太多了，甚至角色试用的换了个场景，这是为了体现马拉尼的跑图优点吗？在试用里居然一口打出了20多万的伤害，我的天哪！30多万一个大招，这个数值真的不用担心的。在5.0版本把主线做完，还能额外领取500原石。那好吧，今天就做主线吧。现在做完璃月主线之后，就能直接做纳塔主线了，这一点对萌新来说非常友好啊。离开枫丹之前，还有4个角色来给我们送行，这不比在须弥有排面多了。终于踏上纳塔的土地了，一进来就可以变成恐龙，然后直接被传进了一个任务，收养一只小恐龙。如果你是龙也好，那我就给你取个霸气的名字吧。4年了，原神终于突破底层代码了，角色的表情变得这么丰富，在纳塔可以附身在恐龙身上，还蛮好玩的。土龙擅长爬山，草龙则有钩索的能力，而且有2段钩索，最多能够使出1段、2段、3段、4段、5段、6段跳，而且这些恐龙都是究极耐摔的，这么高摔下去都摔不死。好了，来到了圣火竞技场，这里应该就算是纳塔的主城了。凯瑟琳住的地方越来越大了，看得出来这次剧情的主角是卡奇娜。作为4星角色，居然打赢了限定5星角色马拉尼，马拉尼居然和我一起泡温泉。好的，我得赶紧抽到马拉尼，我得拼命干了。我是谁？做完这版本的纳塔主线之后，也开始干地图了。因为我现在对纳塔并不是很熟，还是继续回去干到期吧。还是老规矩，到期最容易干的地方就是青睐岛了。基本上不出1个小时，青睐岛就能探索个七七八八的。来一发，怎么又是你啊？总共就出了4个字，3个黑妹。去纳塔做一下活动，活动还挺简单的，原石来的特别快。既然在纳塔走了这么久，干脆接下来在纳塔探索吧。听水友说，纳塔的原石特别多。跟着任务来到了空岛，操控水龙玩这个和过山车一样，体验感真的是拉满了。现在对新手真的是越来越友好了。听说做完马拉尼的这个传说任务，给的材料可以直接把马拉尼升到60级，再抽几发无事发生。现在电了也快70发了，哎呦，还真的让我大包底吃满啊！水龙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但实际上在水边打架非常厉害。你看，直接把他们顶到水里不就行了？秒杀！供奉一下火神像，并上缴火之印，再抽一发，出了个西风枪，哎，这个还不错。到时候留着给香菱用。干地图来的原石虽然不慢，但是我还想更快一点。哎，再往后面打一下深渊吧。我现在这个角色真的是有点可怜啊，只好派无敌的风主出马了。一队孽战放，一队风主永动队，熟悉的神鹤万星。现在真的到了困难时期了，打深渊真的有点艰难啊！急需一个限定5星来救场。第6层踩点满星，72。还没出啊！继续在纳塔做世界任务啊，在一个类似积木世界的地方完成一个任务后，73还没出。来到纳塔最南边边境的一个小岛，上面好像还有试炼，前2个试炼都挺简单的，最后一个试炼是打这个草属性的普尼，这个元魔会吸收全队的能量，并生成一个护盾，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把护盾打爆，它又会生成新的草元素护盾，这对我的孽障凤队来说有点太克制了，好不容易打完。你好，怎么还有啊？是你们逼我的。期间第74、75、76、77还没出啊！又有新的问卷调查了，做完又有几十原石啊！好了，第78发总该出了吧？啊，出了。
157发才拿下第一个限定金，我现在冒险等级都已经40级啦，把马拉尼一口气拉到70级啊！武器的话就打算用锻造武器吧，天赋随便拉一下，圣遗物的话也随便带一点。是骡子是马，去深渊一试便知。深渊第7层上面的孽战放队其实还是有一点吃力的，不过还是能打。下班的马拉尼，来一口！我的妈呀！这就是数值的力量吗？非常轻松就满星了。第8层更不用多说了，也是轻松满星。马拉尼一轮倒地，击杀爆炎术。上一个给我带来如此数值震撼的角色还是仆人。那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现在冒险等级来到了40啊，接下来的打算就是给万叶一个小保底。本来是不打算抽万叶的，但是这次挑战我还有一个新的目标，就是通关新深渊前3个难度。而新深渊的话，万叶是特邀角色，所以也是能够用上的。那好吧，我们下期再见。上一次啊，我开启了 5.0 版本宁克挑战，派举雷泽、班尼特、卡维，开荒算是一帆风顺了，完成了蒙德主线，并在水友的帮助下完成了雪山的大部分任务，深渊一次性打满了前3层。那好吧， 5.0 宁克挑战第2到3天启动。由于要拿班尼特打孽战放，所以先把精通的圣遗物拉一下，巨变反应的伤害只与精通有关，精通堆到了400多。现在一颗种子打出孽战放，基本上能秒杀普通的小怪了。好了，开始今天的爆肝。首先，先把风神童找完。最后一个神童在无名小岛，不知道我这点体力能不能飞过去呢？完蛋了，差一点点。内心去璃月地区收集点岩神童吧。中间顺路把古云有池给做了，现在我的伤害大概2次孽战放就能炸死个小宝，而且我的阵容有芭芭拉、有班尼特，还有卡维，这我怎么死啊？真的。对了，夏日活动的地图还有几天就结束了，这几天把它全部干完吧，还能薅到不少的原石。别的不说，这个地图探索起来真的非常轻松，奖励也非常的密集。好了，长按屏幕为主播加速，再把各种活动做完，很快就把活动地图的大部分资源拿到手了。来一发10连抽。终于出了一个香菱，哎呦，希望香菱能抽到4命吧。现在体力上限提升了，应该能飞到无名小岛了。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我才发现我没有风元素角色啊，没有风元素角色就解不了这里的谜啊，而且瑶人也不能帮我解谜，完蛋了。所以原神的主角什么时候能够随时随地切换元素啊？只能在神像切换元素，真的太不方便了。最后再把蒙德地灵龛全部开完，蒙德的神像升满，蒙德地区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该前往孤云阁了，正好试试我现在的伤害如何。卡维提前挂草，凯亚挂冰，芭芭拉水环挂水，全部冻住啊！班尼特一巴掌同时打出孽战放融化，卡维开大反应掉多余的种子，最后班尼特一个战技收尾，一套输出击杀 F4，终于到25级了，领取了一只尼利特。打完冒险等级突破秘境，领了几颗篮球，常驻抽几发。出了个坎蒂斯，如果是以往的挑战，可能这个坎蒂斯没什么用，但是这一期坎蒂斯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坎蒂斯能给普攻增伤，而后面的马拉尼正好是依靠普攻打伤害，所以坎蒂斯将会是马拉尼非常好的队友。再顺路把深渊第4层打了，领取一只科莱。我现在体力留着，基本上只能刷爆炎术了，因为目前要养的角色只有个班尼特，坎蒂斯的残留在须弥沙漠太远了是吧？好了，开始推进璃月主线。途经奥藏山，正好顺路去把须弥的神像开了。岛能圆盘活动还剩最后几天，赶紧做了。这个活动的适用好了，做完这些，再来一发10年。出了个雷子，哎呦，估计香菱不能4命了，卡着只有这么几天呢。我是谁？我现在想尽办法弄原石毕竟马上就要保底了。深渊第5层需要2队，我就顺便把燕飞也拉到50级一队芭芭拉挂水，另一队坎蒂斯挂水打逆战放。上半还好说，芭芭拉挂水虽然不好用，但也是比较稳定的。下半就很难受了，坎蒂斯挂水真的太不稳定了，挂水效率不怎么样，还需要大招启动，下半打得非常煎熬。不过幸好我技高一筹，第5层满星。继续在大地图爆肝，现在主角不是岩主，拿不到这个神童，只能又请水友帮忙了。正好水友进来，把年级的成就拿了吧。准备去无名小岛拿下宝箱。可恶，你们欺负我渡河没有3体人是吧？等我抽到了马拉尼，我也能渡河了。好了，接着往后面推进璃月主线。记得多来看看我哦。你有带钱吗？
太好玩了。璃月主线告一段落，头2发无事发生，现在垫了76发了，估计马上就要出金了，再干一下吧，把璃月的奖励副本打了，再把能开的地名刊开了，中间抽了第77、78，我的天呐，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78还没出，还有一个问卷调查，赶紧做了，赶紧做了。好了，正好第79发，终于出金了，让我们喊出他的名字，调香师艾梅丽。唉，又是一个大黑号啊，真的心好累啊。第一个金保底歪，还不知道会不会大保底吃满，我的天呐。虽然我现在开荒并没有什么压力，但是第一个金保底歪太难受了。好了，把主线推进到了到期，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真的是天崩开局啊！现在冒险等级34，接下来几天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心态。那好吧，我们下期再见。听好了，孩子，在你面前的是 3.5 版本斩杀过杀虫， 3.7 版本暴打过圣海兽， 4.0 版本强拆过火螃蟹， 4.2 版本与冰封族曲共舞， 4.6 版本虐杀过大使徒，身经百战的转世老登。当然我也有个非常霸气的名字，想变强的77。战火再次燃起，娜塔的号角依然吹响。在 5.0 版本到来之际，我再一次向林克满星深渊发起挑战。那好， 5.0 林克挑战第一天启动。我都转身不知道多少次了，这次就换做我来带路吧，大派老师，您就歇歇吧，快跟上，快跟上，别迷路了。返回任务点。我怎么又回来了？你好，当我第一次掌握风元素力的时候，我就发誓能用到元素力的地方，绝对不用无锋剑瞎砍。消失吧！biu biu biu biu， 给我带到喽！我要冲塔！新手持一发10年。维泽。1年前的 3.5 和 3.7 版本，我就靠着雷泽开荒，真是怀念啊！我的狼仔，许久不见，不知道我的灯笼斩还能不能运用自如呢 Nope。我再来你二郎！这1年不见，雷泽你怎么变胖了啊？跳都跳不起来了。先把角色试用打完，不得不说调香师的数值是真的高啊，所以我想着这些挑战要不要给调香师一个小保底，后面的马拉尼、基尼奇队伍调香师都是可以进的。我还是拒绝不了灯笼啊，实在是太帅了，连续成功的灯笼，这还爽。好了，开了达达乌帕国的宝箱，马上就要10级了，再随便做几个小任务，10级新手持又可以来一发10年。这下好了，两兄弟都从新手池里跑出来找我了，限定池再来几发。怎么第一个子出的是武器啊？武器大师这个名号我真作实了是吧？前期多完成剑文任务，给的经验和奖励非常多，而且现在体力上限从以前的160变成了200，前期多余的体力可以用去刷地脉花。好了，接着做主线。我是秦始皇，给我打钱！傻逼！大型纪录片《瞎子传奇》。兄弟你好香！那是什么？安白挂火，海亚融化，雷泽超导，灯笼斩西内。好了，可以经过石门去璃月港了，很快就到了璃月港，先把这里的锚点和宝箱开了。在 NPC 这里拿到3星的暗铁剑，给班尼特先用着吧。准备前期拿班尼特打逆战方，冒险等级来到15，可以把角色突破20级了，又可以零击发篮球，常驻抽击发。出子了。不过西风大剑还是有用的，回到蒙德地区继续开荒。好了，终于到16级了，你们知道我接下来该干什么了。遅かったか？攒一发10年，紫光一闪，
说个烟飞，我和烟飞是真的有缘啊！上期挑战也给我酷酷出，常驻车再来几发。卡维，老卡和我也好有缘啊，好几期的开荒主力都是你呀！好了，凯子哥终于可以下岗了。凯子哥兢兢业业为我的跑图付出了这么多，到头来却被卡维摘了桃子，意难平啊！我是谁？回去接着把蒙的主线过完。蒙的主线告一段落，开启了须弥沙漠的一个锚点，换个草主，准备打下深渊了。前3层全部满型了，领完原石抽几发。啊，怎么又是武器啊！我的天哪，常驻是再来几发。我重生了，重生在提瓦特。上一世我开局连出敌舰遭幸，这一世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能像这样见面是件好事。我就不信这个血了。算了，还是不重开了吧，真是让人无语了，这什么鬼呀？好吧，无所谓了，至少开荒阵容还是挺好的。卡维挂草跑图，芭芭拉挂水产种子，班尼特打逆绽放，现在1轮就能击杀爆炎树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给调香师一个小保底，希望别歪吧。那好吧，我们下期再见。